官，您菜来了。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烤驼峰吧？他们说这个是西域传来的，你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你多吃点。这个糖，来，再来一块。你自己吃吧，不用伺候我。我没有伺候你啊。之前在南阳的时候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救过我兄长的命，救过我一家的命，我都没有来得及好好谢谢你。这次又要请你帮忙，我当然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啊。你不用过意不去，而且我没决定要帮你了。这也不会。轩烨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我总觉得叫九大夫或者是九先生有点显老，你也可以叫我班下的。广平果然不一样，不愧是3朝古都，天家富贵。你看啊，这里的人都不一样。你是广平本地人吗？是啊。我就说嘛，大长的人，都是见多识广，气质不凡。你吃饭能不说话吗？对啊。不要怕，我问什么你们照答就可以。你们和死者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我们也刚来不及。死者天水登台前，有什么人见过他？差爷，我不清楚啊，这后台是不给别人进的，应该都是他们五方的人吧？此处还有别的出口吗？有，您这边请。带路。官爷，这里就是田蕊化妆的地方。嗯，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温捕头，楚头说把死者的遗物带回衙门查验。哦，好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把外面所有人都带回衙门审问。好。大人，什么情况？回大人，死者是云门五方的舞姬，表演时暴毙在台上。田蕊，大人认识？10几年前，我曾与此女有过一面之缘。她的一曲西河阵舞得矫若游龙，
观者如山，贺者如海。如今想来，仍历历在目。想不到10几年前，他年纪应该不大吧？对，双10年华，正是女子最好之时。这是大人认识的那个田北吗？是倒是，不过这10几年过去了，为何她的面貌丝毫未变呢？大人，我听说五方的女子都有自己的驻颜秘方，再加之妆容打扮，看起来年轻，倒也不足为奇。老大人，死者的死因不详，恳请大人准许卑职验尸。尸不可轻解，需要经过家属同意才行。如若验尸过后仍无所得，很难向其家属交代。大人，我怀疑这桩案子是毒杀。我大人查验过燕来楼厨房，未发现异常。他会不会是生病暴毙啊？文健，啊，你以为如何？大人，我以为我就还是不说了吧。各抒己见，但说无妨。大人，卑职以为此乃要挟作祟。遇到难查的案子就说是要挟作祟。上次那个割喉的女贼，你也说是妖物，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我请宣业出山，把那妖物给灭杀了呀！大人在此，你竟然还满嘴胡言！是大人说的各抒己见。哎呦，大人，这尸首。下一位。叫什么？叫小宋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我只是来的很早。不用了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。当时你在哪？怪我吃饭没挑好地方，下次我请你去我家吃饭，当做补偿。去那边等着。我们比邻而居，住得很近的，你出个门就到了。我手艺不错。你很喜欢做饭啊？我只是给我的救命恩人做饭。我上次在南阳见你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是你主动愿意帮忙，现在你不愿意了，我的态度当然也有一点小小的变化。下一位。叫什么名字？温捕头啊，您忙完了吗？没呢，我还在去趟赶山堂呢。啊，宣业，宣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晚上出来吃个饭，运气不好，所以就……昨晚上你也在燕来楼？是啊。那正好，我查的就是燕来楼的案子。快，随我来见看大人。这，他是跟我一起的。啊，那行，一块儿吧。人我请来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指望他，不如指望凶手自己来投案。没时间听你们鬼扯。别理他。府尹大人就在里面，你还要进去吗？那我在外面等你。文健，你把事情跟九大夫讲一遍。是大人。
这位死者他是云门雾方的舞姬，几日前突然返老还童。这个大箱就放到正午房吧。哎，听说感仙堂的九大夫来了，来干嘛？不知道啊。你小心点儿，箱子坏了。要帮忙吗？多谢。这案子真够邪门的。我听说死者竟然尸变了，变成什么了？抬回来的时候还是芳华少女，放了一会儿，竟然变成了干尸老妪。真的假的？你一会儿亲眼看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谢了啊。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此案确实诡异，但现在还无法确定是妖物所为。大人，我还需要去死者的住处查看一番。事发后，我就已经派人把整个五方给封起来了。你陪九大夫再走一趟，仔细查看，就算真乃妖物所为，也切莫声张。是，谢大人。找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走吧。这位捕快，干什么？刚才我捡的那面梳妆镜，能再让我看一眼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好好看。姑娘，这里面放的都是证物，闲杂人等不可查看。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。啊。这位捕快，里面怎么样了？九大夫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九大夫早就走了。去哪儿了？我母头带他离开的，匆匆忙忙的，好像是去办案了。啊，多谢。反正我也说不清楚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就这。温捕头，这间是死者田蕊的房间。他多久没有回过五方了？怎么了？扎斗生了小虫，看来他很久没有回来清理过了。他们班主说，自打田蕊青春重现之后，便被城内的富家子弟所追捧，酣歌横舞，昼夜不歇，基本没回来过。这是什么？是梨皮。梨皮。你有听说过关于碧玉梨的传闻吗？啊。相传在子夜时分，一个人独自坐在密室里，面对着镜子，点2根蜡烛，一边削着梨，一边念碧玉梨的童谣。念完之后，如果梨皮没断，便可以召唤出送梨的妖怪。啊。这碧玉梨又叫回春梨，只要服下，便可以一夜回春。一夜回春，倒是对上了。之前田蕊一直热衷于养生驻颜的方法，可一直收效甚微。你是觉得他吃了碧玉梨？也许吧。他的尸首在哪？还在衙门啊，
幽篁知道大人找你破案，死活不给我练房的钥匙，我明早再去找大人。等不及了，叫赤雪去。这镜子是有时效的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可是我直接跟他说，他也未必相信。不管这么多了。兄弟，走了啊，改天找你喝酒啊。上次我去那家店特别好，用猪头肉，睡着了？哎，你是在跟踪我吗？啊！我知道了，他是吃了不老神药。哦，对，头儿，你猜的对，那个可以放回家了吧？你等会儿，这书中记载啊，古时候有一个叫赤松子的人，吃下了一种叫冰玉散的不老神药，从此长生不死，还能呼风唤雨。有一个叫彭祖的，也是吃了不老药，活了有800多年。啊，据我们近一些的时候，在洪州有一位姓胡的道士，自称是吃了不老仙丹，活了400多岁，据说现在还在世。只是他老人家喜欢云游四海，常人难觅其踪迹。头儿，就这，你也信？我当然不信了。若真有此神药，怎会还有王朝更迭、江山易主之事？我不信，不代表没有人信。这书里说了，有人为求长生，痴迷仙丹，最终是七窍流血，中毒身亡。这田蕊的尸首一瞬苍老，端得诡异。我知道如今有一些方士，的确是有些手段。虽然说他们炼不出长生不老的仙丹，却能炼出一时有效的毒丹。也许田蕊就是买了他们的丹药。拿上你的东西，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炼房，验尸。兄
群爷，快点！这大晚上的造孽啊！做的不错啊。哼。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？麻烦没有，惊喜倒有一个。什么惊喜？我遇到蛮娘的小姑子。你遇到半夏了？对。你怎么会遇到他？不知道。他在干什么？跟着我。跟着你干什么？跟我玩。跟你玩？嗯。你做什么了？我也跟他玩。他跟着我，想要吓唬我，我就把他放在练尸房了。我也吓唬他。哎，叶离，叶离，怎么睡着了？要睡觉，递了辞呈回家睡去。不敢，不敢。再让我抓住你一次，都没有下一次了。没有下次了，部长。我去干活了。等一下，今日练房是你当差是吧？是，部长。帮我把门打开，记住了，在我们出来之前，你就守在这儿。是，不许任何人进去。是，部长。他跟着我，想要吓唬我，我就把他放在练尸房了。我也吓唬他。涛儿，明儿大人问题。李捕快，这么多年，你可曾见过让人一夜苍老的毒药？没有。若是魏种取得的毒药，那该如何？有可能从体外注入，肌肤、血液、毛发皆可验。只不过啊，他已经死了1日了，有些麻烦。那就先取胃吧。谁？回去吧。尸体不见了。
没事了。来，穿上吧。你刚刚去衙门干什么？这个案子非常的棘手，对方很可能继续杀人，我必须要先查。你爹的事情，我记在心上了。到了。你去哪儿？喂。今晚的事，对不住了。哎，千叶，你吃萝卜吗？早点休息。我知道你听得到我说话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九玄叶，玄叶，九玄叶，九玄叶，别喊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叫我的吗？我没叫你过来啊。再说了，你过来不会提前说一声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不说我走了？等等。是，我不如你，但是和常人相比起来，我应该也算见多识广了吧？这些年我见过会飞的鱼，能说话的蜘蛛，长尾巴的小孩，还能穿墙的蝴蝶，他们哪个不是千奇百怪，各有不同？我就想问你，这看不见人的镜子，莫非很寻常吗？南阳城的火灾现场有，我父亲的房间里有，广平城的酒楼也有，为什么他一出现就会发生命案？我知道，你不相信我，你觉得我是思念父亲，胡搅蛮缠，但现在证物就摆在这儿了。不相信我，总要相信证物吧。你刚刚去衙门，就是为了拿这个？那些衙役说，
是昨晚舞姬的东西。我会沿着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，一旦有了你父亲的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不是，就这样？你还想怎样啊？我想要参与燕来楼的案子，和你一起找到凶手。这件事涉及到妖，其中的凶险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如果找到了杀害舞姬的凶手，就能找到我爹的下落。所以，哪怕前方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拼命闯一闯。喜欢吗？我前段时间不是刚吃过吗？再吃一个也没有坏处。你说过的，一颗碧玉梨可以维持1年的容颜。我前段时间才吃过，你为什么又要杀人取梨？尤其这个人还是田蕊。他嫉妒你，在背后骂你，难道我不该杀他吗？可是你这样……可是什么？你又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是我错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到时间，我不杀人了。你又敷衍我，前面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不就由着自己性子去了？他不就是一个田蕊吗？值得你动那么大的气吗？你若真不吃，就浪费了。你看，多么美的脸啊！谁说红颜易老，韶华难留？只要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老，一直美下去，永远天姿绝色，容颜无双。这段时间闹出的动静也不小，刚好你与五方的契约已满。我们也要换个地方重新生活了。文店，仙叶找你。干嘛？他没说，要不我回去问问，再来告诉您。哎，别，跟你去啊！尸体是不是你们偷的？你有证据吗？尸体是不是你们偷的？你没证据啊？你没证据，你跟我说什么呀？你再诬陷我，小心我去大人那里告你一状。尸体是不是在感善堂？宣业他就是个江湖骗子，你怎放心将尸体放在他那儿？宣业有这个能力，你应该信任他。一个对至亲痛下杀手的人，我信他。这件事不是他做的，咱们衙门早有定论了呀。那是谁做的？是妖。旧案早已了结，多说无益。你有别的疑问呢，你去找大人。这去。最后再劝你一次，妖的报复心很强，手段多变，诡异难测。如果你执意要参与进来，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未必顾得上你。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赶紧开始吧，磨磨蹭蹭的。薛岳，衙门有人说你坏话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又没听到。他怎么也在这儿？是我让他留在这儿的。我让你去查进来的案子，可
可有什么结果？还真有一个，跟田蕊的死法很相似。不久前，长史张聪家娘子无故失踪，府上却多了一具干尸。我们循着失踪的方向调查，可怎么都没有线索。现在想来，那具干尸应该就是张娘子。轩烨，你不是说吃了那个碧玉梨可以返老还童吗？怎么还死人了呢？这，因为他服下的是子梨，不是母梨。碧玉梨从青涩到成熟，分为子梨和母梨。你刚刚提到了张娘子和死者田蕊，他们所服下的应该都是子梨。子梨的功效时间短，可以保使用者7日青春，7日之后便会吸尽他们的生命，将他们变成干尸。但母梨就不一样了，等服下子梨的人死后，用法术将他们的胃取出，便可得到母梨。母梨会吸尽死者全部的生命力，此刻服下，不但可以青春重现，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。那只要吃了母梨就可以长生不老、容颜永驻啦？哪有什么长生不老啊？只不过是撑了1年的时间罢了。1年之后，如果没有服下母梨，人就会衰老，活到他应有的年纪。那，依你所言，那个妖怪岂不是经常要出来害人吗？对啊。他的胃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这树根竟然长进人腹之内，这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打死我也不信啊！人有4支经脉，树有枝叶藤节，虽显象不同，但原理相仿。结脉为枝，凝胃化梨，妖术罢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所以他是树妖。应该不是，任何妖都可以修习妖术。虽然这碧玉梨的法术不常见，但它也不专属于某种妖。我如果知道法门，也能练成。想知道它是什么妖，还需要知道这个妖的本命天赋。本命天赋？吃去。这面镜子是田蕊死前在燕来楼的后台留下了一面镜子，段姑娘父亲出事的现场也有2面镜子。这是田蕊的镜，这是证物啊！怎么在你们这儿？这无非就是普通的镜子吧，有何不妥？已经过了时效了，昨天晚上他是照不出人影了。如果我料的没错，妖怪用完了这镜子，这镜子就只能照物，照不出人了。但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它便可以复原。妖怪用过这个镜子，妖怪怎么用啊？路径，他把这面镜子当作自由穿梭的路径。用镜子来去自如，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手段。这次，很可能我们遇到了一个得道的禁妖。禁妖那怎么抓呀？受害者怎么召唤的，我们就怎么抓。消梨呀，红镜、红烛、梨、子时3克，做戏做全套，一样都不能少。而且这个地方不行，我们要找一间空宅子，最好是久无人住、人气淡薄的那种。这个我可以解决，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1个饵，最好是女人。女人？嗯。时辰都到了，班主怎么还没到？应该马上就到了。接礼，来坐，坐。今日我特意煮了一壶好茶，
上等好茶，请季离姑娘与我分享。来，边品边聊。请。季离呀，在我云门五方挂单，快5年了吧？差半月5年。今天我何某啊，就是豁着这张老脸，来求姑娘啊，请你再帮我2年，好不好？天光凛冽，在破晓之